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《快打旋风 X》，作者是隼龙队长。看一下这些可以选择的人物，咱们就选最终 BOSS 了。首先是招式，平 A、四连 A、前 A， 这个前是飞起来，投技，抓住之后打2下，打3下，然后可以接一个前 A。另外呢，这是一个超杀，还有一个超杀，那个超杀等一会儿把气攒上再演示。好，这是另外一个超杀，叫雷剑。第二个超杀，敌人如果被困在雷电里面，你是可以追打的。还有一个小技能是飞拳。下上超杀呢是召唤武器。这个召唤武器要消耗大概40%的血，大家看上面的血量已经不满了。这个武器是喷火器，有持续灼烧的效果。刚刚是跳跃攻击 ，AB 之后呢，可以把这个武器拿下来。哦，这回捡了个新的，又是30发。切换场景来到棚顶了。切换场景的时候，武器会消失。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游戏的作者隼龙队长。隼龙队长是专门根据怀旧的 SE 游戏的素材来制作这些动作游戏的。我见过他毁过不少游戏了。跟大家说几个比较常见的这几个作者吧。红色激情毁魂斗罗，暗影盟主毁双截龙。那这位隼龙队长呢，毁这快打旋风就毁得比较狠。大家刚刚在选人界面也看见了，能够选几个 BOSS， 甚至敌方的一些角色。这个版本他还没有做完，现在应该是 0.9 的版本。但有一点跟大家说明一下，我不能提供下载的链接，因为这个作品应该是收费的。想玩的我也是老老实实的买回来了啊。投技来到这里呢，就是好给了个喷火器，那第一关 BOSS 稳了，咱们烧就可以了。我给大家录制之前呢，自己也试玩了一遍了，那很多地方感觉到了作者深深的恶意。好，直接烧没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挑衅键。把这个武器放下来，好，才能发动挑衅，就是这个笑，这个大家很熟悉了。一发大招，隼龙队长应该是除了快打旋风，还修改了一些其他的游戏。这个敌人是最难对付的，我放了一个小招飞拳。这个刀手呢，中距离他会扔飞刀打你。那近距离呢，他会滑铲，你压他起身，他应该会旋风。所以说这个 AI 应对起来还是策略比较全面的。那遇到这样的敌人，你最好就是采取各种策略，甚至前 A 直接就把他干掉就完事儿了。这回平 A 下来了。这个敌人如果和你的距离得当的话，几乎他可以用飞刀来压死你，直接就是起不了身了。起身的时候咱们可以碰运气，用上或者下窜线，但是成功率不是很高，因为最终 BOSS 这个角色没有无敌技，就是即使我在放那2个超杀的时候闪光了，他也不是无敌的，敌人一拳就能把你的招式打断。这点玩惯了拳皇97的小伙伴放超杀的时候闪光无敌，这个是没有的。那这个游戏应该能看出来用的是 OpenBoard 的引擎。好，滑铲把我铲下来了。好，插3下，然后一个冲拳。剩下的那几个新人物也应该会大家演示的。另外这个版本飞刀，这个版本呢应该还加入了其他的关卡。这几刀我就没血了。好，又是喷火器无敌了。
有喷火器的话，几乎是无敌的。为什么说几乎呢？因为有的 BOSS 会防御，首先，第二呢，最终 BOSS 不吃喷火器。这个最终 BOSS 呢，我吃了无数次亏，暂时摸索出了一个打他还稍微有效一点的方法，但是也很容易挂。这个如果我有充分时间多练习的话，应该还会找出其他方式。但是这个游戏呢，几乎从下载到录制完也就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，所以说没时间做那么细了。我的血量不够，没召唤出来武器，那所以说这里呢就需要猥琐一点的打法，就利用这个飞拳干掉它，或者呢打它，你可以在 Y 轴接近抓它，不能平 A， 千万不能平 A，BOSS 不吃平 A， 你 A 他2下之后就变成他 A 你了，但是他吃抓。另外，它和你大概40%的屏幕左右这个距离的时候，它会冲过来砍你的，非常的快。这个真的是非常快，有的时候 BOSS 的招式的节奏让你根本反应不过来的。好，干掉了。那整个游戏流程当中，我没有发现能够捡的道具，有加血的道具没有发现。第二呢，也没有桶。这个绿的家伙，看我放了个大招被打断了。这就是这个大招呢，一是我按错了，二是这个大招啊，确实判定太弱了啊，我把它勾引下去啊，看啊，你从 Y 轴接近它，它一定会缠你的。就这个 AI 非常的精确。离远点，否则他就扔飞刀了。飞刀把你压倒了之后，你就很难爬起来。好，捡到了一个武器。这个火呢，喷2下，1格血，非常的狠，这是神器了。除了打最终 BOSS， 它是神器。而且呢，有穿透攻击，有岩石攻击，定身，攻击力还高。武器的话，应该不同的角色会有不同的武器。武器系统应该还没有做完，有的角色还不能点。切换场景了，咱们的喷火器没有了啊！这里我爱打3个，一起上吧！打了3个。我要打10个，差1下，补了1拳。第3关的 BOSS 是在擂台上那个家伙，就会抱起来亲你的那个家伙，咱们也可以选。以后再给大家演示吧，再有机会再录制这个，再给大家演示。这次就是录制这个最终 BOSS。这个角色确实是厉害，除了打最终 BOSS 的时候，除了打自己的时候，那也充分说明了一点啊，人类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。这关应该是没有电梯场景的哦，这屏幕外飞刀扎你，这个恶心。我之前还录制过一个版本，那个是可以三个人一起玩啊。可以联机，3个人一起玩，那个是有电梯的场景。好，把它防住了，看见了吗？好，烧它，这个定住了就一直烧就可以了。好的，把武器放下来挑衅。这就过了3关了。第4关，这关在原版就应该是开始上难度了，但原版的话是那样，就是同屏的敌人数量有限。哦，把我的火给炸没了，这个货是真讨厌。但是呢，在第3关开始，第4关
第4关嘛，就是本关，这个飞刀手的血量就普遍变少了，也导致呢，实际上第4关的难度不是很高，难度主要就来自于这个飞刀手。但是啊，本关的 BOSS 战一会儿大家看吧，难度巨高，我深深的感觉到了索隆队长的恶意。这个如果没有提前准备的话，我第一次玩的时候6条命。打这个 BOSS 挂了6条命，大家想象一下。放了个雷剑，就是以最终 BOSS 这种强度，我用了6条命，难度超高啊！一下没追逮到，好，一记飞拳补了。这个场景就不远了。冲拳也是性能特别的好，大多数的敌人招式都能打下来，然后呢还是一个穿刺攻击，穿刺加突进。那今天呢没给大家更新《麦斯历险记》，这就是这 BOSS 了，不是这关的 BOSS， 大家看见了啊，好烧他们。6个家伙也不是5个，就是他们只要砍到你，然后呢还可以对你进行空中追打，反正砍到你，你这条命就没了。你下来之后呢，你没有无敌技，5个人、5、6个人一围上来你就没了，所以这关真的非常的难。再有一个难点就是最终 BOSS 了，因为最终 BOSS 不吃火。你烧它，它就跳起来，粘个脚边完事儿了。这个要插几下再扔啊。这个输出高，否则呢，它血量比较多。弄得轻了呢，它受得了。对，好，先来2下。这个 BOSS 叫贝尔杰，我都不知道叫什么。这一拳冲了3个，这一剑啊打了4个。用这个冲拳吧，感觉成功率比较高啊，非常安全。好，干掉。最后这关流程也是比较长。不用压起身了，又来了一个家伙。这一套比较狠，3拳抓住2下，然后再一扔。一发雷剑。感觉都没有电柱，电柱的话伤害是很高的，把他们困到雷里了。大家看右上角呢，显示游戏第2，那就说明呢这个游戏是可以双打。3拳。插2下，插3下，再一个冲拳，大概1格血，这个伤害真的是高。那有个牌子有肉，原版这里是加血的，一会儿咱们试一下。而且呢，前方要打 BOSS 了，我应该给自己来个武器。我先试一下啊，捡不了，有点坑了，这个有点坑了。好，这里是 BOSS 战。不对，这里是请停止你的卡普空行为。BOSS Rush 模式，这让我想起了恶魔城以及洛克人。那烧敌人的时候再来个冲拳，让输出最大化，还能节省咱们的火，因为这里要打好几个 BOSS，
的 BOSS 走位比较飘忽。好，干掉！哇，这一拳冲了2下。还有这个会防，但是啊，我应该给他科普一下，这个火焰伤害呢，它是魔法伤害啊，它不是物理伤害。你防御没用啊，防御肯定是没用。好，干掉。后面还有没有了？哦，没有了，因为在这里呢，第4关 BOSS 和第2关 BOSS 实际上是一个。好多人，多了好，铁皮人也防不住这个烧。还有吗？哦，这是最终 BOSS 的场景了。我争取3条命之内干掉他。这个其实好好练习的话，还是有希望一命的。但是时间不太允许了。武器敌人这里是不爆的，那我自己呢，我感觉也没必要用了，因为 BOSS 确实是不吃，你一烧呢他就跳，烧他就跳，非常的准。应该是一个 AI 的设定。好，最终 BOSS 战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它的性能和咱们几乎是一样的。当他施展这个冲拳的时候啊，非常难对付。抓我，看啊，他也会防御，但特定的距离他就不防了。行了，我不能展示他的技能了啊。用跳跃压它可以，但有的时候压不准这个节奏，然后就会被冲到。看我这血量啊，第1条命，不敢和他站到一条线上。好，中了一下，大概思路就是这样。但有的时候呢，你节奏掌握不好啊，他能冲到你屁股。而且这么打其实特没效率啊！哎，这一下呢没扎到他，他反而打到我的脚了。这个判定，我看我放了个大招，被他打下来了。稳住！然后又冲了我一下，我空血了，哈哈，抓住他了。那咱们没挂啊，第2条命没挂。也就等于用了1条命吧，那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